Hello， 大家好。这两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是多伦多道明银行被做空，也就是 TD 银行押注高达37亿美元，它是迄今为止全球被做空规模最大的银行。其实做空加拿大银行本质上就是做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因为他们之所以盯上 TD 银行，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市场对银行业普遍存在焦虑情绪，另一方面呢，是因为 TD 银行在加拿大房产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按照2022财年总资产市值存款量计算， TD 在加拿大5大银行中排名第一，同时呢又是加拿大第2大抵押贷款机构，而且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客户非常普遍，再加上最近消费者破产率也在上升，一旦他们成功做空，崩溃的恐怕就不只是 TD 银行，还有加拿大的房产市场，甚至是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先一起来看看3月份加拿大房产市场的情况。大多伦多地区3月份的房屋销量为6896套，同比下降了 36.5%， 房屋基准价格同比下降了 16.2%， 平均售价同比下降了 14.6% 至110万8606加元，独立屋的平均价格为146万8651加元，与1年前同比下降了 13.5%， 半独立屋的平均价格下跌超过 17% 至108万7924加元，联排别墅的价格同比下跌 14% 至93万5626加元，公寓的价格同比下跌 13% 至70万3566加元。房产经纪协会没有公布环比数据，这可能是因为数据不太理想。看看大多伦多地区房产经纪协会是怎么分析的。他们认为3月份房产市场情况正在收紧，与去年同比销量占挂牌量的比例有所增加，这表明买家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自2022年5月以来，平均售价首次高于平均定价。你看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统计，平均售价高于定价，这不就是因为房产经纪最近一段时间以超低价挂牌，人为制造抢 offer 虚假繁荣的策略吗？实际情况是房产市场的卖家不多，但是买家更少。蒙特利尔3月份的房屋销量为3947套，同比下降了 28%， 创下新低。房产经纪协会认为有迹象表明跌幅正在缩小，这是因为自2022年9月以来，销量同比下降首次不到 30%。 你看，我真佩服他们的统计能力啊，能找到这样的数据支持也算是不容易了啊。他们在报告中说，尽管销量仍在下降，但是下降速度放缓是市场正在企稳的积极信号。虽然2月份新挂牌量下降了 8% 至6487套，但是活跃房源数量却暴涨了 62% 至16574套。随着销量下降，平均价格也在下降，单户住宅销量同比下降了 21%， 中位数价格同比下跌 5% 至53万5000加元。Plex 销量同比下降 33%， 中位数价格同比下跌 5% 至71万1000加元。公寓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42%， 中位数价格同比下跌 8% 至38万1500加元。具体的房屋类型，蒙特利尔同样没有公布环比上涨的数据。我看了一下，单户住宅上涨的还算是比较多，上涨了大概2万加元。Plex 和公寓上涨比较少，只上涨了1000加元。大温地区3月份的住宅销量为2535套，同比下降了 42.5%， 比10年3月份的平均销售低 28.4%。新上市房屋数量为4317套，同比下降了 35.5%。待售房屋总数为8617套，同比增加了 8.1%。总体来看，房源数量还是比较少，比10年季节性平均水平低了 17.3%。综合基准价格为114万3900加元，同比下跌了 9.5%， 环比上涨了 1.8%。独立屋销量为734套，同比下降了 43.6%， 基准价格为186万1800加元，同比下跌了 11.2%， 环比上涨了 2.7%。联排别墅销量为466套，同比下降了 37.3%， 基准价格为105万6400加元，同比下跌了 8%， 环比上涨了 1.7%。公寓的销量为1311套，同比下降了 43.2%， 基准价格为73万7400加元，同比下跌了 4.6%， 环比上涨了 1.7%。3月份大温地区销售量最多的就是公寓，这可能说明大温地区房价太高，很多人放弃了独立屋，选择了公寓市场。卡尔加里3月份的房屋销量为2432套，同比下降了 40.6%。3月份新增房源为3318套，
平均房价同比下跌了 0.39% 至535743加元，基准价格为541800加元，同比上涨近 1%， 环比上涨 2%。尽管价格仍低于2022年5月份的高点546000加元，独立屋的销量为1145套，同比下降了 49%， 基准价格为649800加元，同比上涨了 1.8%。半独立屋销量为217套，同比下降了 37%， 基准价格为581300加元，同比上涨了 1.8%。联排别墅销量为388套，同比下降了 45%， 基准价格为378100加元，同比上涨了 7.5%。公寓销量为682套，同比下降了 11%，基准价格为293500加元，同比上涨了 10.6%。莱格为彭博社做的最新调查显示，最近更新抵押贷款或者是购买房屋的加拿大人越来越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获得所需的抵押贷款。调查中，近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担心是否能够获得或者是更新抵押贷款的资格。16%的人表示非常担心。最担心的群体是那些准备在未来12个月内购买或者是续订的人。近1/3的人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替代方案，其中包括 12% 的人准备向朋友或者是家人借钱， 11% 的人正在考虑向私人贷方借钱。现在私人贷方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超过 10% 了，非常高。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一直强调加拿大央行一定会恢复加息，加拿大最新的经济数据也证明加拿大央行即将恢复加息。先是加拿大统计局3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经济环比增长了 0.5%， 与12月份 GDP 收缩 0.1% 相比出现显著逆转。1月份的数据也超过了分析师预计的 0.4% 的增长率。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初步数据显示2月份的经济增长 0.3%， 绝大多数行业经济活动都出现反弹。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在 2.5% 左右，远高于加拿大央行 0.5% 的预测。加拿大统计局今天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增加了35000个工作岗位，是彭博社经济学家预期的4倍多，而且与2月份相比，增长还在加速。目前失业率稳定在 5%， 这对加拿大工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对加拿大银行来说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加大了央行加息的压力。昨天我在我的频道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那就是你认为本月加拿大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还是加息25个基点，或者是加息50个基点？投票最多的，也就是 48% 的人选择了维持利率不变，还有 46% 的人选择了加息25个基点， 7% 的人选择了加息50个基点，这个可能性不大啊。我个人认为4月份加拿大央行不会加息，因为他们还是要为房产市场留出一定的空间，因为目前房产市场本身就比较萧条。我认为他们会推迟到6月份恢复加息，是否会加息，我们可以等到4月12号看最终结果。皇家银行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房产负担能力指数报告，他们的报告显示，现在加拿大房主购房养房的支出已经占到税前家庭收入的 62.8%， 其中温哥华房主购房养房支出已经占到税前家庭收入的 98.1%， 税前收入都接近 100% 了啊。这个数字在多伦多为 85.9%， 蒙特利尔为 54%， 渥太华为 52.7%， 卡尔加里为 43.2%， 埃德蒙顿为 32.3%。那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已经超过了税前家庭收入的 85%。这两个城市如果要统计税后收入的话，恐怕都超过了 100% 了。这说明房价已经严重脱离经济基本面，需要一次重大的调整。尽管各个房产经纪协会都找到了五花八门房产市场即将复苏的数据支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点，加拿大最大的银行之一正在被做空，而且看空加拿大房产市场是做空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点，截止目前，今年传统的春季旺季一点都不旺。第三点，市场上房源不多，但是买家更少。第四点，利率处于高位，而且仍将面临加息。第五点，高利率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第六点，每个月的房屋销量同比仍在大幅下降。之前我一直认为，要等到6月份加拿大央行恢复加息时，房产市场才会发生重大转变。现在看来可能会更早，让我们静观其变。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